哎，大家伙早喽！8月17号星期天，看5点47分，30摄氏度。我第一次发现这有一个气温的指示牌，它这不知道连的是温度传感器还是连的天气预报，我觉得应该是温度传感器。5点48了，还是太热了，我这刚2公里多，汗已经开始往下滴了。有小伙伴说看我最近瘦了，我没瘦，体重没变，因为晒黑了。今天跟大家分享个话题，就是对普通爱好者来说，体重对马拉松成绩影响到底是一个什么感觉？因为这么多年什么体重基本我都经历过，甚至是严肃比赛之后冲成绩之后，这上下的浮动我也经历过不少，跟大家分享分享。可能是第一次在这儿给大家拍，就上面看到这有围栏的这儿，这是跑道，这是一圈天台的跑道，是那种也不能说是塑胶吧，就是差不多那种东西，就跟介于假草坪和塑胶之间那种东西，有3条道，这一圈可能200多米、300米的样子。但是它是跟着这一片商圈一起开业，可能得9点多，就现在上不去。这是一片商圈，你看它这商圈早上起来的时候这儿是围着的。就从这儿进去，然后那边有一个电梯，就直接上去了。这儿看的应该更明显，是不是？这是一圈跑道，还是挺有意思的。这里还有一个攀岩馆在这儿，然后这边就是大阪城公园。体重对马拉松成绩的影响，先说一个结论，就是如果您已经是精英身材了，就精英成绩了，那这个时候上下1-2公斤的体重对你马拉松成绩的影响其实不大，对普通人来说。然后您现在还是大体重或者中大体重，那对马拉松的成绩的影响就是很明显的。比方您今年是80公斤第一次参赛，明年您65公斤了，那马上感觉就不一样，真的不一样。然后有小伙伴说，哎，你说的不对啊，人家说科学调查过，每瘦1公斤，每轻1公斤，马拉松成绩快1到2分钟，这不对吗？我觉得这个它对，但是统计的人群不一样，就是这个适用于更精英，然后你跑进2小时25了，哎，它可能是准确的或者基本准确的。然后跟大家分享我这些马拉松的时候我的体重，我特意回顾了一下。2019年纽约马拉松的时候我53公斤，然后2020年的无锡马拉松我56公斤，56.5公斤，对，抱歉。这2场的成绩分别是第一场3小时02，第二场2小时56。然后2021年那个城市副中心马拉松的时候，我2小时44，那时候差不多是50，也是将近57公斤，然后再之后2022年的北马的时候，我是差不多也是57公斤，不到，那时候不到57公斤。这2场2022年的北马是2小时45，然后2023年的东京马拉松2小时49，好像还是2小时47，好像2小时47。但是那天他就不，前面那些场其实我都是认真跑的。从2023年的东京马拉松开始，我开始很多比赛就不太认真跑了，就以赛代练。东京马拉松那是第一次尝试拍摄的比赛。那时候胖，那时候58公斤，因为刚来这边1个多月，好多事情，训练也耽搁。然后那年的波士顿马拉松，更胖，将近59公斤了。
差不多得是58.5左右。然后再之后，2024年的大阪马拉松，那时候又回到了57。然后2025年的大阪马拉松57，到现在我一直57，就差不多53到57这个变化4公斤，4公斤其实不少了，对不对？4公斤挺多东西了，8瓶那中瓶的矿泉水了。但是我的体感是这样的，就是你只要是在一个，就像我现在，我觉得我是个业余准精英，从我2021年可能就可以算是一个小业余准精英了。这些年我经历了4公斤上下的体重变化，我觉得现在让我53公斤，我可能成绩也差不多，因为这个体重数它不是你放松训练或者怎么样，就是那叫反弹的肥肉，它是在你训练过程中的变化，随着年龄。那现在随着年龄，确实有时候会控制不住。那怎么看这事儿？我跑步的时候，我就感觉，包括每天都是，我每天早上起来称体重，如果昨天比方吃咸了，或者是怎么着，可能没弄好，今天一起来一看，哇，怎么59公斤？但是我出来跑，我的状态也挺好。有时候一起来一看，哎，56公斤，这是真的，就是为什么我说每个人体重有一个写在基因里的东西，低过那个以后，你身体就是反应特别大，因为就太敏感了。结论就是到我这个程度以后，体重真的不重要了。那什么时候重要？还是拿我举例，我的体重在65公斤以上的时候，每减1公斤，那可不是快1-2分钟，有时候你可能能快5到10分钟。因为那个体重伴随着您下降的不是说你这1公斤的负载，而是说你付出了更多的努力的训练。对，这个观点是我觉得是值得说的，值得分享的。就是对专业运动员来说，你不需要怀疑他的训练，不需要怀疑他的刻苦程度，他就是比赛的时候少1公斤负载，他就能快一点。但是对普通人来说，你这1公斤代表的更多的不是负载，而是你的努力和你的年纪。那昨天我直播我也说，这个上岁数以后，就过了37、38岁，男的很难控制体重，我觉得像我控制成这样还可以了。所以对普通人来说，你要是跟我一样的身高，比如1.7米，如果在65公斤以上，那往下减到60，马拉松成绩会有很不一样的改变。但是您现在，比方说你已经60了，因为我见过很多观众差不多跟我一边高，一问多沉呀，抱歉多重啊，因为有小伙伴说，好像说不是他们那儿的文化是说沉不能说人，说不礼貌，但是好像我从小就说沉，轻和沉。抱歉啊，多重啊？可能62、63、61，看着都挺精英的，这种就没有太大必要再跟体重较劲了。我说那个 BMI 20以下，那个是这样。我为什么会说我希望我的 BMI 一直在20以下呢？是因为我认为这个东西证明了我的付出和努力。如果真的是为了成绩，就是我要保住这个成绩的话，我觉得20.5对我来说，我还是这个成绩，不会差那么多。因为你最后差的其实不是体重那1公斤负载带给你的，像我们普通人去参加比赛的时候，可能造成成绩波动的原因特别多，甚至你赛前这2周，赛前这10天，你吃了什么，喝了什么，你的训练的安排，这些都对你场比赛的状态影响特别大。就是普通人，越是普通人，成绩越会被状态影响。不是说专业的不影响，专业的也影响，
但是它的影响小，就是相对你来说小。比方他可能这一场，他平常是208，他跑210，就目标赛事啊，他就觉得失败了，就觉得是个巨大的影响了。但是对您来说，比方对我来说，那我是238还是240，对我来说，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水平。这2分钟干点什么就过去了。原来我老跟大家制造体重焦虑，那体重焦虑是什么？小伙伴该在意的呢？就是还是那例子，比方说我1.70米，如果你现在在70公斤，那是得有点体重焦虑。怎么着得65，或者这么说，我觉得，BMI 在21以下，代表您的训练付出和您的努力程度已经配得上有一个看上去好看的成绩了。而如果做不到21以下，就从来没做到过的话，那我觉得您的努力程度还不太应该拥有一个看着特别好看的成绩，除非您特有天赋，或者说我也说不好，就是这样，就是怎么着都得经过这个，经过了，可能就跟我们上学似的，可能你上学了，你不一定你现在的干的事情真的和你学的东西都有关系，但是它是一种锻炼的经历。对普通人来说，体重更是在这儿，包括我之前总跟大家分享吃，说热量控制等等也一样。可能你今天少吃的这一口糖，不是为了让你在赛场上快1分钟，而是让你心里有一种我为他努力了的感觉。我觉得这个感觉是我们训练的目的。就普通人训练，就算说你练到2小时35，可能就我猜，包括我现在，我以前还是会沉迷于当时的成绩。我突然这1-2年，我会这样想，我回忆我以前的努力的过程，我觉得这个过程对我来说是这一生到现在最有价值的东西，包括我控制饮食，包括我努力训练早起这些。而那个238、114这种成绩放在这儿，没有刚才我说的这个过程对我的影响或者是长期的影响大。不成熟的观点。嘿，小伙伴们，8月17号星期天，今天随意跑的，今天跑到一半，正好家属去大半程，我们又拍了拍东西。所以看到 Strava 的小伙伴别意外，我忘了停表了，跟那儿拍了半天，拍了10多分钟，一看表开着呢，导致今天整体的平均配速巨慢。但是其实跑多了就不在乎这个了，不重要，买个水喝。像一般这种轻松跑我就不带水。今天跟大家分享，我感觉体重这事儿不一定很有代表性，但是总结下来真的是，就是只要您练到位了，那您肯定不是胖子，然后只要您不是胖子，看着很精英了，那上下差那几斤，对马拉松的成绩的影响，对普通人来说没有那么大。不光是我跟大飞先生聊，他出差或者怎么样，体重肯定是没有像我这样每天就同样的生活作息那么好控制。他说时而胖时而瘦，但是不管是重的时候还是轻的时候，运动表现其实都差不太多，因为他每天都在很努力的训练，就是这样。如果您是因为停止了训练，或者说就比方说波士顿马拉松的时候，我是因为这段时间确实训练的很不好，主要的原因是心态不太好，导致那段时间其实体重也有点上升，那种体重上升就影响你比赛成绩了，因为影响你比赛成绩的不是重的那1-2公斤的肉。而今年的大阪马拉松，我 PB 2小时38，我的体重其实不是最好的时候，差不多那天从家出发的时候是57公斤左右，
57可能会多一点点，然后再加上就是赛前我还要吃东西喝水，这些起跑时候肯定是不轻的。但是呢，那天的状态就奇好，因为我不是因为不好好练或者说暴饮暴食而造成的重量上涨。那行吧，今天就跟大家聊这么多，最后还是祝大家能努力生活，健康平安，咱们下回再见。